我是赵少康，欢迎你来到 TBS 少康战情室。在我们现场特别来宾，沈富雄委员、张志豪议员、黄伟汉先生、柯志恩委员、陈凤庆小姐。好，欧洲现在火了哦，但是老美根本没有把你们欧洲看在眼里，一盘散沙，27个欧盟国家又怎样哦？那欧洲说我要关税报复，因为川普对8个丹麦、英国啊、德国啊等等法国8个国家加10%，原来已经有15%关税，再加10%，而且6月1号以前，如果格陵兰我还不能给他钱益，再加。哦，所以呢，欧洲也很气啊，这么看他不起哈，所以要反制美国，哦，要反制美国，哦，说要学大陆，因为大陆就是你加我多少我就加你多少，你加我多少我加你多少哦。但是因为欧盟哦，一年赚美国2000亿美金顺差，所以他也很痛苦哦。你现在经济也不好哦，那川普现在吃了剩这铁的心，也不要什么和平诺贝尔和平奖，管你和平，哦，先拿下来再说，说呢。对美国是有利而且正确，就把格陵兰拿下来哦。那另外呢 ，BBC 说英国广播公司说，看起来川普是真心想要把格陵兰拿下来，连和平奖都不甩了哦。所以呢，但是呢，德国、挪威都撤军了，芬兰表态维持派驻多少人？2个军官。我觉得欧洲是很好笑，就他们到格陵兰说要什么演习啊什么，这个德国派的原来说是15个，后来说13个，都是没几个人啦。然后呢，美国一威胁要关税以后呢，德国、挪威赶快2天就撤回来了，未来的计划都不要了。但是芬兰说我们还继续哦，芬兰派驻当地2名军官按原定计划继续执行军事交流啊。芬兰总统说呢，不认为川普会武力夺取格陵兰的。所以这样讲，真的用武力夺取吗？真的会这样子吗？英国的《卫报》Guardian 说，川普想抢格陵兰，欧洲反抗，所以呢，川普的霸凌失灵了。因为这是英国的报纸哈，我们来看看结果到底失灵不失灵啊？那所以呢，川普刚好今天就任满周年，他打破了国际秩序，实力强权哦，抢夺利益啊，对美国有利的就来啊。那大家想哈，如果他现在真的是对欧洲这8个国家啊，德国啊、这个法国啊、丹麦3个产业会受影响，汽车，欧洲的，比如德国双 B， 再加上奥迪，啊，另外呢，这个 Stellantis 哦，都受伤很重。另外呢，精品哦，你 LVMH 啦，哦，然后呢，很多这种好的 Burberry 啦，好的名牌都是欧洲的嘛，意大利啦、西班牙啦、法国啦，香水啊、服装啊等等，美国是很大的消费市场，没错。那这下卖不了怎么办呢？哦，另外就是制药，说制药是出品美国最大宗的产品，对欧洲来讲，欧洲做很多药卖到美国去啊。那川普现在想另外一招，会不会学英国当时殖民地？我99年香港，99年租约。租下来99年，说我没有去把你抢了，我跟你租，99年以后呢再租就是了嘛。哦，反正这99年好几代了，3、4代了哦。另外呢，就仿照波多黎各选项，56000个格陵兰居民都给你美国公民身份，而且不要交美国税，除了你到美国来住，否则不用交美国税，不是全球税，看能不能吸引格陵兰的居民来哦。那另外呢，金融圈要抛售美国。所以呢，川普说要加征欧洲关税，冲击了股市，金融圈呢就觉得美国不可信了哈。那本来黄金、白银说已经涨得很高了哦，那这个结果又创天价，黄金涨到这个4600-700块，4690，它将近4700，白银曾经冲到94块，美元一盎司哈。我们看一下。Dear Jonas, considering your country decided not to give me the Nobel Peace Prize for having stopped 8 wars plus.I no longer feel an obligation to think purely of peace. 这是川普写给挪威总理斯托尔的信。他除了再次要求掌控格陵兰，还扯到诺贝尔和平奖。挪威总理斯托尔则公开回信表示，挪威认为格陵兰属于丹麦王国，还说诺贝尔和平奖是独立委员会决定，挪威政府无从干涉。Trump also threatened an additional 10% tariff on goods from several European countries that oppose his plan. 川普想方设法想得到格陵兰，却换来欧洲领袖的反抗。The use of tariffs against allies is completely wrong. Mais il est important que la France et l'Allemagne soient unies pour dire non.
tout simplement non。英国金融时报报道，欧盟正商讨反制措施，包括对价值930亿欧元的美国货加征关税，或者启动限制美国企业进入欧盟的反胁迫工具。I think it would be very unwise. 美欧紧张局势也影响到欧股，出现2个月来最大单日跌幅。至于在瑞士的达沃斯，抗议团体已经做好准备迎接破坏民主的川普。老沈，我有人在先啊，就是川普不管用武力或者用买的，他都拿不下格陵兰。那就算拿得下，也消化不了。哦，那我觉得讲得更简单一点，川普没有人敢讲，我说川普就是暴君。啊，现在第2年进入暴君的下半期。你想我小时候啊，看那个暴君焚城录，罗马帝国有暴君，最后把城烧了。但是罗马帝国还有别的暴君，那别的暴君有一个甚至爱上自己的姐姐，而没有人敢讲话。你看厉害不厉害？哦，所以暴君第1年通常都会顺，但是你第1年让他顺了以后，他就目无法纪、目中无人，什么都敢干。他现在的部下就已经放话了，就说也许这2天最高法院就要说，哎，你那个关税都是违法的哈，就是违什么法呢？违那个 International 这个 Emergency Economic Power Act 这个国际紧急经济力法案。你看川普把自己搞成说格陵兰不给我，我就把你们加10%，再不给再加25%，这就违背那个条约。因为格陵兰并没有形成对美国的紧急经济影响，那你连这个也要那个加税，让那些犹豫不决的大法官说这个太明白不过了，你当然是违法。但是呢，那些现在他周边的这个幕僚啊，根本不是在治国，他们就争着在如何让我的老板 happy 开心，不但他们要让他的老板高兴，台湾也要让他的老板高兴。因为他有一个幕僚就对媒体讲说，我老板现在就像在花园中追逐那个松鼠的squirrel， 所以他们都用尽脑筋就在讲说 that's a squirrel 啊，另外一个说 no that is a big one 最后谁决定呢？川普连说到底要追哪一只啊都不动脑筋，就由 Stephen Miller 决定。Stephen Miller 他现在是最大牌的幕僚，是地下的阁揆啊，所以他替川普决定说那一只，所以川普现在进入了下半场是狂妄的，就是说圣经讲的要让一个人灭亡，必先让他疯狂。他现在真的是疯到没有话讲的狂，没有办法讲的疯，真的是疯子，大疯子。你看，连自己的盟友都得罪了，他现在得罪的这个北欧跟西北欧的8个国家，如果以正面指标来排列的话，这8个国家要么排名前10名，比如说最有钱的国家、出口最旺盛的国家、文化水准最好的国家、生活最快乐的国家，除了荷兰跟比利时，最近因为有一点他以前殖民的非洲的移民跑来了，现在在里头制造一些不安以外，这8个国家都是世界一流的国家呢。这世界一流的国家他为什么这么好？也许他花的钱在战争上面是比较少。美国说会弄我的打，你没打你当然税啊但是就算这个也算在内，这8个国家是很令人羡慕的一流国家。你看川普这样搞东搞西，我就在这里讲他没有，我要讲给我们本国人民听的。就是国民党要聪明一点，国民党在国会如何处理现在郑丽君刚刚带回来的这个草案？这个朝野里面可以斗，国内可以斗，但是对他们对这个暴君所定下的不平等条约，现在我们台湾就是看你是蓝的还是绿的，对这个后面的5000亿中的2500亿的讲法，完全南辕北辙。你晓得有一个人就甚至讲，有一个自命为经济学家的叫吴家龙他大笑了，你看他笑。你看吴家龙甚至说，他是蔡正元的同学。他常能上那个陈林官的节目，跟看那个谢金河的节目他甚至说这个 MOU 更加强了美国跟台湾的紧密的战略关系，说不定川普在卸任之前会承认台湾。我看这个消息我都不用看下面的文，我就晓得这个是谁讲的，当然是吴家龙讲的所以像这种笑话
在台湾层出不穷啊。所以台湾的国会要好，这个要一致对外，就说看到适当的时机，把它整个不平等条约把它否决掉，但是不能轻举妄动。刚刚你讲那个尼禄暴君焚城录，尼禄是个暴君，他妈妈就知道这个儿子将来有一天搞不好把妈妈都杀了，所以他妈妈怎么办呢？他也知道他妈妈对他不好，他知道他妈妈喜欢用什么毒，尼禄很长久的就吃那个毒，每天吃一点，产生抗体，每天吃一点。有一天妈妈终于给他下毒，没死。对，就是这样。还有他们家故事很好玩，很有趣的。尼禄在生物科技方面有先见之明，他晓得抗体的观念。我想这个有关于格陵兰之乱大概大家都认为，但是跨大西洋的危机最近几十年来，那我想川普当然不会善罢甘休，可是他对整个全球环境来说是造成有一些的影响。正如刚刚特别主持人提到，在1月15号的时候呢，他们就成立一个叫做北极耐力的这样子的一个盟约。那我想8大国里面，虽然算派出人不太多，大概没有人派出超过15个，有个8个，有个6个，但是那就具有一个宣示性的一个效果。那川普当然反制。不过你也知道，在1月18号的时候呢，其实其中一个像是布鲁塞尔，他也提出来了，川普既然要收我们这么多的关税，那我们也可以用930亿欧元来做一个反制。所以说这个部分里面呢，更让这些欧洲这8大国还有其他的国家不断在思考，到底他们未来不管在经济或是军事上面，要靠美国到什么样的一个程度？你可以知道，在像以这次乌克兰战争来说，如果去掉美国，北约是很难对于这个那个俄国，它是很难采取一个决然的一个阻断的，所以这美国还是很被需要。那他这次透过这个所谓的外交勒索，还有包括这些所谓情绪上面的这些价值，包括他没有争取到这个所谓的诺贝尔而产生的一些的情绪，其实大家都认为这是一个美国未来我们真的是要跟他维持一个像过去那么紧密的一个所谓的民主联盟吗？因为它已经太不可被预测，而且这次所造成的这些的影响除了刚刚你所提到的这个白银跟黄金上涨之外，其实其他的产业大家是剉咧蛋的。那川普永远都是用这个方式来，所以也让这些欧洲，当然有2个国家因为川普的加重关税撤掉了，可是有更多的国家是开始在思考这样的一个问题。当他思考这样的问题里面，说实在的，目前为止大家都认为这个中国或是苏俄都是在看这一群我们美国跟欧洲到底怎么样来看，他们或许可以坐享这个渔翁之利，但最重要的是在这个地球暖化之后的这个所谓的北极的这个航道，还有包括他们这个矿产所带动的背后这个地缘政治里头，美国该如何在利用这个机会去豪取，或是利用这样一个机会里面去做一些大家所不愿看到大国应该有的一个风范。我觉得欧洲会开始陷入一个沉思，那这个思考之后，或许会改变美国在这个欧洲里面，不管在哪一方面跟他未来的一个合作的关系。我觉得这才是在格陵兰之乱所应该去面对的全球应该考虑的一个局势了。我在想瑞典有没有点后悔，就应该把和平奖颁给川普算了。挪威就颁给川普算了在挪威他们在和平奖在瑞典那边这个开会的。对。那为什么我们记得小学生有没有很多皮的学生，老师说你乖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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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颁个奖啊，什么最乖奖啊。他们就乖了，他就乖了，对不对？学教育的，让他当纠察股长。对，类似这样嘛，坏蛋都让他做什么风纪股长之类的。那川普现在另外有些小孩你说他坏，我就坏给你看，搞不好川普就这样，一直要诺贝尔和平奖，你一直不给我，我现在就打了，管你的。如果给他一个和平奖，搞不好被这个箍住了也说不定他现在就反正放开了，不给我，老子就干了，怎么样？什么部队？什么委内瑞拉打哥伦比亚拿回来，墨西哥将来也打他这个格陵兰抢，现在川普就这样你要把我怎样？需要再回来。你讲真的还讲算的？好，日本首相宣布高市早苗23号解散众议院，2月8号就选举。中间的时间非常短那这也是2战以后呢，这个很少像这样子那才刚当选，才刚组阁就要解散国会那其实很多议员也不见得愿意刚选完就要重选但是呢，这个网络年轻人赞美他高市早苗有个金句：不敢挑战的国家不会有未来，所以就挑战
哦，再选啊？为什么？因为他的民调很高，他有70几%的民调哦，但是呢，不见得选就一定会成，因为选民也不见得希望一直在选，一直在选啊。他个人民调是很高的哈，是这个2战最短的记录啊，所以呢，这个一下子没当了多久就解散了啊。那但是呢，他也怕，因为日本现在跟美国一样的那个物价上涨很厉害啊，所以呢。他要取消食品消费税2年，他们有消费税，但是呢，其他要消费税，食品不要。比如像我们有加值营业税5%嘛，什么都要交5%，但是呢，假定说餐厅不要，食物不要，因为大家基本的生活，其他的抽，那高市就这个意思哦，食品没有这个消费税啊。那另外呢，民调50%日本人不赞成提前改选，选民也是劳师动众嘛。但是52%的人又希望自民党在众院过半，因为他现在是跟人家组联合内阁了，哦，他其实不够。高市我挟着我现在高市搞不好可以一举突破，在这个国会拿到半数啊。那么呢，所以他赌上手下的大位，如果失败的话，可能当不了首相了。宣布解散国会，又再提台湾有事哦。那换句话说呢，这个再次提起台湾有事，说中国利用经济胁迫手段威逼他国赞同他自己的中国的政治主张，因为他就用这种激起民族主义、民粹主义，来让日本民众就对中共反感，就支持他。那现在最大的问题是米价，因为呢高市早苗有一个减耕政策，所以日本现在的农民只剩下50万人了，而且都是兼业的，不是职业的。专业的，那规模也缩小，所以日本的米价已经涨了1倍了，已经涨了1倍以上了，所以呢吃米啊，日本人吃米，日本米也好吃，大家知道，日本那个寿司米很好吃啊，所以日本人现在也对这个怨声载道。虽然政府有发放每人3000日元的大米券，但是呢米价已经创下4416元这个月平均米价刷新这么高，所以你给他3000块也没用。一点点小补，米价一直在涨，一直在涨所以呢，对喜欢吃米的日本人来讲呢，这个可能米可能会造成他选举受到影响的重要因素了哈，好吧？这个所以呢，他说高市早苗在豪赌，把国会解散了然后呢，躲在野党的这个所谓礼金追杀，现在是自民党最凶险的一页，对。1亿对于高市来讲，他现在在国会不够，还要跟他组联合内阁如果趁着他声望高，一举在众院过半，哇，他就声势大涨。他希望赌这个，我们看一下。ちゃんというのは重い重い決断です。逃げないため、先送りしないため、そして国民の皆様とご一緒に日本の進路を決めるための。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召开记者会，正式宣布这个月23号将在国会开议当天解散众议院，27号公告后，2月8号进行投票。私自身も内閣総理大臣としての進退をかけます。高市说，解散国会是希望执政联盟提出的强劲经济议题获得信任，也让大众决定是否让他继续掌舵。不过，朝日新闻最新民调有50%民众反对解散国会，高于支持的36%。不过，若真的举行大选，有52%受访者愿意投给执政联盟。高市総理つい最近まで物価高対策最優先で、そして解散なんか考えてる暇ないって言ってたじゃないですか。嘘まみれの自己保身解散です。在野党批评高市没将重心放在国民身上，国会重新改选，年度预算恐怕无法顺利通过。大阪都知事跟大阪市长则双双请辞，提前投入选战。跟我们这个观众再解释一下，日本现在国会是465席，过半是233席。现在呢，这个自民党跟维新会阻隔233席，过半是200，就是刚好过半，465嘛，过半刚好233，少一席在国会就不过半，所以它是非常不稳定的、脆弱的一个多数，一个过半。所以他为什么觉得干脆我自己来那看看能不能这个一举翻盘呢？主要是这个。来，放心。他的233席还要再加2席独立的，就无党籍的议员，所以呢，他加上维新会，其实还勉强没有过半，但是呢，再加2席才勉强过半。这当然是高市早苗的一次非常重要的豪赌。我先讲一个结论就是说，一边发生在
大西洋这边的事情，一边发生在太平洋的事情。我要提醒大家，现在全世界金融经济秩序全面大乱，而这个全面大乱，我等一下会为大家解释，情况是非常的严峻的。那么现在高市早苗他人气非常的高，那么但是呢，他在选举的时候，因为选举我们都知道选举会飙车，他飙车的方式是什么呢？他在对外的政治上面走极右路线，然后跟中国民族主义去对抗，所以他去诉求日本民族主义，然后去对抗中国民族主义。你说会不会短期成功？会。可是长期来看的话，中日之间的经济关系会更加的急剧转嫁，而且我认为在1-2年之内都无解哈。那么第二个部分，对内的部分，刚刚提到了物价高涨，物价高涨怎么做呢？我就补贴，减税。所以呢，他要把食品消费税从8%，2年之内先暂时降到0，而且他还有很多的补贴方案。那这一些补贴方案也好，食品消费的这一个有关的这个消费税降低也好，那么短期之内我们觉得说啊，就对啊，大家通膨啊很严重啊，这个补贴有什么？但是你要知道，日本的财政状况已经非常严峻了，它的债务问题已经非常严峻了，所以它这个消息一传出来了之后，我昨天去看国际金融市场，你知道国际金融市场变化最多的其实是日本公债市场，日本的10年期公债殖利率立刻飙升到3.42%，现在最新是刚刚进来的时候3.42%，这有多高呢？好，我先跟大家讲啊，去年10月的时候，日本的媒体访问了日本的一家保险公司，非常大的一家保险公司，生命保险公司，他们就说呢，他们账面上的累积亏损已经达到就所有的保险业已经达到了11兆3000亿日元。这亏损是哪里来的？这亏损呢，就是因为呢，他们去买以前去零利率的时候、负利率的时候去买日本公债。那现在当时买了零利率、负利率10年期啊、20年期啊、30年期啊，现在都没有到期。可是问题是，你的利率10年期已经到了3.42%了，那么30年期已经超过3%了，40年期超过4%了。这么高的利率，那我的债券价格其实就是跌非常的凶。他们去年3月到去年9月半年之内，它的账面亏损增加了30%。那个10年期利率不过就是从1.37%增加到1.64%，增加了大概0.2个百分点。哇，我跟你讲，那个债券市场，它就你知道，它账面亏损就增加30%，现在已经从1.64%到2.34%，增加了0.7%。请问一下，他们的金融机构到底还能够承受多久？现在是国际上面对这件事情极为恐慌的一个时代，所以你说高市早苗会不会赢？我认为他某种程度会赢，就说他一定会比现在的席次多，但是加上维新会会不会能够直接过半，这个我没有把握，因为现在牵涉到他们每一个小选区的那个精算，但是他会赢，他会士气大振，但问题是他会继续的走极右路线，不管他赢或输，我认为自民党还是执政党，所以他的极右路线是不会变的，然后他的超级宽松财政政策也不会变的。结果就是什么呢？我们现在注意啊，在大西洋发生的美欧之间的冲突，不管最后结果如何，美国跟欧洲的互信已经荡然无存，美元不值得信任，美元指数贬；欧元又不值得信任，欧元也贬；那日元也不值得信任，日元也贬。我告诉你，现在这就是全世界大混乱。全世界最重要的3种储备货币，都因为各自的地缘政治的关系而处于一个不被信任的状况。所以黄金、白银飙成一个我不可相信的高。我虽然知道说地缘政治促使了黄金、白银成为被追逐的焦点，可是我从来没有预料到今天这个状况。今天这个状况，美欧之间的信任能够短期之内恢复吗？其实前几天欧洲外交关系协会他们发布了一个做了21个国家26000人的民调，美欧之间的关系其实是快速的下降。那么日本的情况又采取的是对撞，它对撞中国民族主义，它对撞用超级宽松财政政策，然后无视他自己的债务问题，他这2个对撞，短期之内都会让高市早苗会赢，但我认为日本经济会输。有熟悉日本政治的日本人告诉我的，说为什么高市这边要解散国会，要全面改选？因为中国现在制裁日本，制裁的非常厉害。是啊，现在还看不到结果，刚开始。
再下去结果会显现，没错所以他趁着结果还没有显现的时候，赶快解释国会再选。最重要的情况就是，一旦他的车厂必须要停生产线的时候，情况就来了。因为他在日本在大陆有很多工厂，也会受到影响，因为他的观光客不来啊等等一大堆都受到影响。现在还没有哦，稀土啊等等都还没有，等到这样一产生影响，经济受到影响的时候再选，那就比较麻烦。所以趁着现在赶快先选一下，休息一下再回来。